堂堂江南首富当家人，居然落到这步田地，拿根破木棍就想来挡我们的刀，我看他是吓疯了吧？哼，垂死挣扎，放箭！若能重活一次，我绝不会再相信任何人。小姐，您怎么了？红叶，你还活着？现在是什么时辰？初几？小姐，您是不是做噩梦了？今日初5，天还没亮呢。初5，距离那道满门抄斩的圣旨降临还有整整10天，我还活着。红叶，奴婢在。马上找人去把当家铜钟给我敲响。小姐，一旦敲钟，13铺的掌柜和族中书包都会被惊动的，这可是坏了规矩的呀。规矩？我不惊动他们。10天后，我们全家和他们所有人都得排队见阎王。别废话，赶紧去。是。当家的，您大半夜敲响惊堂铜钟，莫不是做噩梦吓破了胆，叫咱们这群老骨头来给您壮胆的吧？依我看，老太爷把印信交给个黄毛丫头，本就是草率。您要是半夜睡不着，就去闺房绣花，折腾咱们做什么？想陪着沈家满门抄斩的，现在就继续笑；想活命的，就给我闭紧嘴巴听令。满门抄斩，当家的，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时间解释了，从现在起，立刻清空沈家所有库房，将古玩珍宝一律底价抛晒，天亮前必须全部换成现银。这荒唐！那可是沈家100年基业，你说抛废就抛废了，这不合规矩！我们要见老太爷！你一个女流之辈，休想毁了沈家！既然诸位要讲规矩，红叶，给他们上规矩。二叔，3天前你挪用延误公款10万两填赌债，按大周律例，够不够砍你全家的头？钱掌柜，后宫采买的苏绣，你用南洋次品调包，吃回扣2万两，你可知这是欺君？还有孙掌柜的走私观察。李掌柜谎报沉船私吞精米，我不惊动官府，是给你们留条活路。今天不按我说的做，不出1日便全家吃牢饭。但是听我的，不仅保你们吃饱穿暖，沈家日后新商都的干股分给在座各位2成。大小姐，咱们就算要换现银，为何突然急成这样？不要啊！因为我不想再看着沈家满门死在我面前了。到时候什么奇珍异宝，全是一文不值的废品，只有米面粮油才是真的。去做！是掌柜的。红叶，去找几个手脚麻利的人，立刻把祠堂里那块御赐牌匾砸了，熔成金条。是，奴婢这就去。大小姐，老爷夫人和大少爷回府了，正往大堂这边来呢。知道了。傅伯，你带上沈家所有地契，全部抵押给钱章套现银。这可是咱沈家的根啊！大小姐，可是出什么事了？10天后你会知道的。去吧。逆女，大半夜敲响当家钟，还要砸御赐牌匾，你要造反吗？爹，您息怒，妹妹做事向来沉稳，定有苦衷。是啊，老爷，清欢这孩子向来不会胡闹。爹，女儿没否，若不跑，10天后我沈家就会满门抄斩，鸡犬不留。荒谬！我沈家供养了大周国库1半的银子，
皇上怎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出了一半的银子。狡兔死，走狗烹。皇上觉得沈家太肥了，他要杀猪过年，拿我们全族去填他的私库。你有什么证据？我昨夜算了一极其凶险的死卦，梦到了我们的结局。荒唐！就因为一个梦，你就要变卖祖产？不是荒唐，梦里10天后，圣旨降临江南，圣旨上说我们沈家通敌谋逆，禁军冲进府里。爹，您的双腿被生生打断，娘被逼得悬梁，哥哥，您在天牢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我的儿啊！好，爹信你。你说怎么干？哥，带足银票去天牢砸钱，把里面关押的火切营死牛、远洋老水手全部给我换出来。咱们出海要的是兵和船。明白，哥这就去。爹，明早您亲自去找工部尚书递折子。写什么？就说沈家感恩圣德，愿倾尽百年家财，为陛下在海外修建一座史无前例的避暑仙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用修仙宫当烟雾弹，让皇上做着美梦，由着我们去套现。不错。大周的皇帝，你想要我沈家的命，那我就让你血债血偿。商贾就是商贾，骨头软得很。朕才透出一点要查他们的风声，沈家就吓破了胆。哎呦，那是陛下龙威浩荡，沈家这是破财免灾，想拿他们的家底来换陛下一个心安呐。算他们识相，传朕的口谕，由着沈家去变卖资产。朕倒要看看这江南首富到底能给朕凑出多少真金白银来。奴才遵旨。清欢，咱们沈家在京城和江南的旺铺、良田实在太多了。如果走官府的明路找人发卖，不仅耗时漫长，而且户部一定会有记录，动静太大了。我知道，常规的商路走不通，10天的时间，我们必须用非常手段。娘，您怎么还没歇息？大难临头，娘怎么睡得着？娘，这是……清欢，子舒，这是你们外祖父当年留下的绝密信物。江南7大地下钱庄，当年都是靠你外祖父发家的。这枚印记可以调动地下钱庄的最高掌柜。地下钱庄？娘，您竟然手里还捏着这么大的底牌！当年你外祖父临终前说，伴君如伴虎，这东西不到家族生死存亡之际，绝不可动用。清欢，你要救这个家，娘帮你。哥，在。带上母亲的信物，去找那7大钱庄的掌柜，把我们沈家带不走的良田旺铺全部分拆打包。然后呢？通过钱庄的暗线，把消息放给朝中那些6部官员和他们的门生，连夜以市价的3成底价卖给这些贪官。3成？这些京城旺铺可是日进斗金的聚宝毯啊！这么低的价格，我要的就是他们抢疯。这些贪官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银，看到这么大一块肥肉，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吃下我们的资产。我明白了，这叫引蛇出洞。记住，只收现银和赤金，1两银子的欠条都不要。去吧。哥哥这就去。小姐，老爷，不好了！皇上身边的李公公带着一队禁军，说是来替皇上探望沈家，人已经到大门外了。皇上这是不放心，找人试探来了。清欢，这可如何是好？别慌。
上床，躺下。娘，快，用你脂粉盒里的白粉，给爹的脸上抹一层，再涂点香灰，越憔悴越好。红叶，奴婢在。去把我昨天让李掌柜画的那些海外行宫图纸全搬过来，铺满床榻，地上也扔几张。再端一碗药汁过来，泼一点在爹的衣衫上。快驾！哟，沈老爷，您这是怎么了？李公公，罪臣沈某未能亲自出营，还望公公恕罪啊！老爷，您都病成这样了，还熬夜看这些图纸做什么啊？您不要命了吗？妇道人家懂什么？公公，您看，这是我为陛下构思的避暑行宫正殿图。沈老爷真是一片忠心啊！只是陛下听闻沈家最近在到处变卖祖产。是啊，公公，修建行宫需要天量的银子，我沈家把京城铺子都卖了，可是什么？可是各大钱庄卡着我们提现银的口子不放啊！公公，求您大发慈悲，回禀陛下，没有现银，我怎么去海外给陛下买金丝楠木啊？老爷，你醒醒啊！哎呦喂，这病不传染吧？沈老爷，您这份忠心，咱家一定如实禀报陛下。李掌柜，在。我交给你的那些银票，都分发下去了吗？回大小姐，咱们沈家这几十年在4大钱庄存入的巨额银票，已经全部发给手下的伙计了。好，皇帝不是让我们随意变卖家产吗？传我命令，现在带着你们手里所有的银票，兵分4路，同时涌入京城4大钱庄。大小姐，提多少？提空他们！我只要真金白银，拿皇上的口谕压他们，不给就是抗旨。我要你们在日落之前，把大周市面上的现银全部给我抽干。是。钱掌柜，你等一下。大小姐还有何吩咐？派人快马加鞭赶往大运河沿岸，传我的死令，截断所有漕粮运船。大小姐，截断漕粮，那可是运往京城的粮食和军饷啊！天下大乱与我何干？对外就说朝廷给的运费和买粮的银子全被挪用去修皇上的海外行宫了。没有钱，沈家的船一寸都不许动，1颗米也不许流入京城的粮仓。还不快去！遵命。妹妹，4大钱庄的现银库被我们1天之内搬空了，现在京城连1两碎银子都换不出来了。清欢，有了这些钱，我们沈家哪怕什么都不做，也几辈子吃穿不由了。爹，哥，这还远远不够。不够？金银到了乱世，就是一堆中看不中用的废铁，它不能当饭吃，不能当刀剑防身。明天起，我们要把这些不能吃的金银全部散出去。我们要用它换回沈家真正的命。大小姐，这现银也太多了，足足有几百万两啊！大小姐，您听老奴一句劝，不如咱们拿出1半的现银，连夜去黑市换成极品玉器。那些东西小巧轻便，不仅方便携带，还能保值啊！保值？金银到了乱世就是废铁。大小姐，玉器字画更是连废纸都不如。到了那鸟不拉屎的地方，你是能啃玉器充饥，还是能拿字画挡刀？全给我换成物资，1两现银都不许留。是，老奴糊涂。娘，清欢，娘在。您立刻带上咱们府里最可靠的几个嬷嬷，去市面采买伤药、布匹和棉花。特别是治风寒退热的，种类越多越好，有多少要多少，分开买。
别惹眼。娘明白。哥，妹妹，你说，你带几个机灵的伙计去买粗盐、生铁、火硝、粮食，这几样是朝廷管控的物资，用地下钱庄的暗线去收，只要是能入口、能久放的，全都要。放心，哥哥这就去。还有一件事很重要。什么事？去找那个经常在南市出没的红毛商人，把那座黑罗岛买下来。地契一定要去官府过明录，写成咱们沈家的流放地。黑辽岛，妹妹，那地方常年瘴气弥漫，去的人10个有9个都回不来啊！买它做什么？那将是我们沈家最后的退路。记住，千万不要多说。好，哥哥信你。大小姐，5万斤粗盐装船完毕，棉花和布粒已经填满2号舱。大小姐，粮草装满了。妹妹，哥，事情办妥了。妥了。红毛商人一听我们要买黑老岛，乐得合不拢嘴，象征性的收了点银子就脱手了。官府那边也已经过了明录。好，火器营的和水手也带出来了。堂堂江南第一首富的沈大小姐，居然敢干解死油的买卖，花这么多银子买我一个将死之人，图什么？图你脑子里那张别人看不懂的火器图纸。大周的皇帝不要我的火炮，说我造的是妖物。你一个娇滴滴商贾小姐，要我的火炮做甚？用来打海鸟吗？用来打碎这个吃人大周。你呢？听说你闭着眼睛都能闻出风暴来的方向。沈小姐，老朽只懂看海象，若你想让老朽带你去寻什么海外仙山，老朽宁愿回天牢等死。我不寻仙山，我只寻一条活路。跟着我，你们这身本事能保住你们的命，干不干？老子这条命反正是捡回来的。沈大小姐既然敢收留我这个反贼，老子就替你造大炮。老朽愿凭大小姐驱使。好，哥，安排好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去打扰他们。好，你们几个跟我来。接下来就只需要等了。给我砸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沈清欢接旨受死。来人，先给本将军查封库房，把沈家的金山银山一箱一箱的给本将军抬出来。是。沈大小姐怎么穿成这副穷酸样了？知道自己大难临头，提前把寿衣穿上了。将军，沈家已经没有钱了，您去库房恐怕要白跑一趟。没有钱？哈哈哈哈哈！堂堂江南第一商，你跟我说没钱？你当本将军是3岁小孩？哈哈哈哈哈！统领不好了！慌什么？没见过金子吗？抬出来多少箱？空的，全都是空的。什么库房？沈家整整18间大库房，连1文钱都没有，连放金条的架子都被拆了。不可能！钱呢？沈家的钱呢？沈清欢，你把沈家的钱藏哪儿了？说！不说，我今天就先宰了他！将军，老爷，您别吓我呀！咱们沈家为了皇上倾家荡产，如今还要被刀架在脖子上，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呀？钱去哪儿了？将军自己看。近半年来，
南洋海盗猖獗，沈家出海的商船10艘沉了8艘。前些日子，为了给陛下修建海外行宫，沈家更是去借了9出13归的高利贷。你胡说！是不是胡说？账本上写的清清楚楚。将军，沈家已经彻底破产了，不仅没钱，外面还欠着几百万两。你当本将军好骗？来人，把沈家上下连同这些家奴全部打入死牢，大刑伺候！我看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住手！赵将军，一人做事一人当，何必牵连这些无辜的随从家奴？这是什么？这是沈家掌控江南水路的所有货运资源、商路契约，还有各大码头的凭证。这是我们沈家最后，也是最值钱的家底。海盗劫掠，债台高筑，沈家已经无力回天。这些非航线和契约，全凭陛下处置。算你识相，但圣旨在上，沈家通敌之罪已定，死罪难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大周已经没有我沈家的活路，那我便把这条命还给陛下。妹妹，不可！哥，你放开我！既然不给我们活路，我便让他们看看沈家的骨气。哪怕将我们全家流放黑礁岛，也心甘情愿。黑礁岛？好一个心甘情愿！本将军就大发慈悲，带着你们这些破账本和契约回去复命，把他们全部押上囚车，听候圣裁。空了，朕要的是他血家的几千万两现银，他竟然只给了朕一堆烂账。陛下息怒，虽然没有现银，但沈清欢交出了这个，这是沈家所有的货运航线码头契约。呈上来。好一个沈家，算他们识相。陛下，这商窃很值钱吗？蠢奴才，这何止是值钱，这是大周的聚宝棚。有了这些物流命脉和码头，朕想要多少钱就能赚多少钱。以后，朕的内库再也不用看那帮商贾的脸色了。陛下，那沈家上下几百口人，如何处置？他们求陛下开恩，将他们流放至黑礁岛。黑礁岛。既然沈家主动交出了这聚宝盆，朕若直接杀了他们，反倒显得朕刻薄寡恩。准了。传朕旨意，念沈家献契有功，免去死罪，全家剥夺户籍，即刻流放黑礁岛。陛下圣明。清欢，都办妥了。红叶，奴婢在。把这张南洋龙脉宝图塞进书房最隐秘的枪关暗壳里。做完之后，你立刻从密报出城，去码头我们的浮船上汇合。小姐放心，奴婢定不辱命。
爹、娘、哥，大周的丧钟敲响，我们的新王朝起航了。倾斜了，船要翻了！老爷请保佑！我不想死，我还不想死啊！都给我闭嘴！想活命的，都给我站起来！哥，带上你手底下的伙计，还有这些下破胆的官差，立把甲板上和中舱所有能搬动的重物全部移到底舱去，快！移去底舱？对，重物压舱底，降低船的重心，重心越低，船越不容易侧翻，立刻可去办。好，我这就去。别嚎了，想活命就起来干活，搬东西压舱。老水手，过来！大小姐，风浪太大，舵盘已经失灵了，咱们的船横在浪谷里，再来一个大浪，船必翻无疑。不能横着，必须让船头迎着浪尖。听我的吩咐，立刻把那些撕裂的废帆布收集起来，用最粗的烂绳绑死，做成一个锥形的葬。大小姐，这是做什么？做海锚，把做好的帆布兜子抛进海里，海水灌进帆帆布里，会产生巨大的阻力。这股阻力会像一只无形的大手，硬生生把船头拽向迎风面。只要船头对准海浪，船就不会侧翻。听懂了吗？老朽明白了。拿刀割帆布，拿最粗的烂绳来。爹，娘，清欢，爹在这儿。爹，您带头，让所有人分散在底舱两侧，全部席地坐下，互相抱紧柱子，无论船怎么晃，绝对不许乱跑乱动。好，爹明白，你要稳住船，地牢爹替你镇着。沈家人听令，所有人靠墙坐稳。大小姐，海锚做好了。好。1、2、3，跑！拉住了！我们活下来了！沈大小姐，从今往后，您就是我们兄弟的再生父母。这锁，我们不配拿。把钥匙扔海里吧。大小姐，我沈清欢说过，到了这艘船上，就没有什么官差和囚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十死无生的绝地，不抱团，大家都会死。从今天起，船上没有官囚之分，只有同舟共济的兄弟。愿听大小姐差遣，万死不辞。看到陆地了，看到陆地了！老爷，清欢，这地方连口淡水都没有，咱们以后可怎么活呀？娘，别哭。爹，哥，你们看这是什么？这色泽，难道是？不错，这里寸草不生，是因为这里的地表下埋藏着纯度极高的赤铁矿。这不是什么十死无生的绝地，这里是大周皇帝求之不得，却被他亲手赐给我们的露天铁矿。给我把柑橘子交出来！这是大小姐分发下来保命的，你们不能抢！什么大小姐？大家都要渴死了，谁还管什么规矩？
不给老子就弄死你！萧小姐，您哪来的淡水？想喝水，想吃柑橘子，拿后山的赤矿石来换。什么？换？不错，交易。一筐矿石换1碗清水和2个柑橘子，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你疯了！我们手里有刀，大不了我们抢了你的水缸。哼！抱歉，天武。这是我用海水蒸馏出来的淡水，秘方全岛只有我一个人懂。你们大可以上来抢，但我保证，你们今天就算抢到了这一缸水，明天、后天，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再在这座岛上喝到第2口水。我挖，大小姐，我去挖矿，你给我留1碗水。别跟我抢！水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这只是第一步。大洲的追兵随时可能发现我们没死，我们不能只靠船上的存粮苟活，必须立刻把这座岛变成谁也打不进来的铁桶。清欢，你说怎么干，爹全听你的。爹，您是老当家，手里经过的庄子农田不计其数。黑老岛背风坡有一大片荒地，虽然贫瘠，但能避开海风。您立刻带上所有的老弱妇孺去那里开垦梯田，把我们带来的耐寒2种全部种下去。3个月内，我要看到岛上自己产插的第一批口粮。好，开荒种地的事包在爹身上。清欢，娘能做什么？娘，岛上湿气重，昼夜温差大，大家伙都在干重体力活儿，极易染上风寒。您带着女眷在营地后方支起大锅，用我们买来的药材，每天不间断地熬煮防风寒的汤药。任何人只要下工，必须喝1碗热汤。娘明白，妈绝不让一个人生病倒下。哥，老雷，后山挖出来的赤矿矿，不能堆在那里当石头看。哥，你带上1半的青壮年，全部交给老雷调遣。老雷，利用我们带来的生铁做引子，我要你立刻规划并建起咱们岛上的第1座炼铁高炉。大小姐，您真要铸造那件重器？不光要铸，还要铸最好的。大周皇帝说你的医血是废铜烂铁，我就要你在这黑礁岛上给我铸造出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新式重器。痛快！有大小姐这句话，老雷我豁出这条命也给您把炮造出来。哥，你负责所有的后勤调度，高炉一刻也不许停。放心吧，妹妹，咱们沈家要在这绝地里涅槃。半年后，昔日寸草不生的黑辽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背风坡上一层层绿油油的梯田迎风招展，沈老爷带着人挖出的引水渠，将蒸馏净化后的淡水精准地浇灌进每一寸土地。营地后方，沈夫人的药棚里常年飘荡着令人安心的药香。所有人不仅没有饿死病死，反而因为高强度的劳作和充足的物资，变得更加强壮。而最令人震撼的是后山。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夜空，高耸入云的炼铁高炉里喷吐出耀眼的火龙，通红的铁水顺着沟渠流淌，在老雷和工匠们的捶打下，化作一根根闪烁着死亡光芒的提铁炮管。一尊尊足以让这个时代所有水军胆寒的新式滑铜炮，已经被秘密架上在环岛的隐蔽炮台里。黑辽岛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飞速蜕变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堡垒。正南方向有船队，是一大支船队正在朝我们逼近。是南洋的海盗舰队，他们一定是看到高炉的火光，把我们当成肥羊来劫掠了。妹妹，快下令备战吧，让老雷的火炮准备开火。开什么炮？炮弹不要钱吗？
哥，传我的命令，火炮收起来，打开营寨的正大门。打开大门？妹妹，你疯了！我没疯，这茫茫大海上，咱们正愁没人替咱们去抢，去开拓航线呢。这不，咱们的免费护卫队自己送上门来了。朕把沈家那富可敌国的货运航线交给你，你告诉朕，大半个月过去了，你非但1两银子没给朕赚回来，连京城的粮道都瘫痪了。你这工部尚书是干什么吃的？陛下息怒啊！臣冤枉啊！臣派了最得力的官员去接管江南水路，可那些开船的泥腿子、码头的江湖商帮，简直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怎么回事？他们说江南水路不认朝廷的官印，只认沈家的墨玉黑牌，没有沈家的印记，大运河上连一艘舢帆都下不了水。反了，简直是反了！陛下，北方敌国趁虚而入，80万大军已经压境，可咱们户部发不出军饷了呀！4大钱庄呢？朕不是下旨让他们调现银吗？陛下，4大钱庄早就被沈家提空了，现在市面上连1两碎银子都找不出来。国库账面上虽然有几千万两的额度，可全都是提不出钱的死账。北地边军已经断粮3日，将士们扬言再不发军饷，就要大开城门迎敌军入关了。沈清欢，你这个毒妇，你死在海上也是便宜了你！宝图，那张沈家那张南阳龙脉宝图，传水师提督林远，让他立刻集结大周最精锐的皇家水师，带上那张宝图，即刻下南阳寻宝。朕不管他用什么办法，就算把南阳的海水给朕抽干，也要把那笔宝藏给朕挖出来，带不回真金金银，让他提头来见。兄弟们，这帮肥羊居然连大门都不关，男的全宰了，女的和小崽子把这里抢光！这是什么鬼东西？大炮！他刚才想抢什么？瞎了你们的狗眼！这是沈家最新铸造的华铜重炮，一炮下去，你们停在海湾里那10几艘破木船，瞬间就会变成一堆木篾。别开火！误会，都是误会。我这人不爱见血，我只给你1次选命的机会，跟我做生意，还是做我炮管下的鬼？做生意，小人愿意做生意。女侠，您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们海盗常年漂泊，缺的是好兵器和口粮。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沈家的外围舰队。我给你们沈家电铁厂出产的最坚硬的精铁船锚、磨刀，每天供应你们敞开吃的红薯和干粮，但代价是换上我沈家的旗号，替我日夜巡视这片海域。只要有非我沈家船只靠近，杀无赦，懂了吗？懂了。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沈家的人。不对，这不对啊！大人，水，我们的淡水已经彻底喝干了。按照地图上标志的路线，咱们明明路过了3座有淡水的岛屿，可为什么地图上把那些淡水岛全标成了毒瘴死地，偏偏把咱们往这片死海里引啊？不仅如此，弟兄们从库房里提出来的底仓存粮竟然发霉长毛了，咱们没吃没喝，风帆也断了，已经被困在这片迷雾里整整7天了。宝图是假的，中计了。沈清欢，好恶毒的算计，好狠的连环计呀！天王大咒啊！
别疯了！雾散了，有救了！传令全军扬发！提督，你看前面，那是什么怪物？沈家？这不可能！一群被流放的商贾，怎么可能造出这种铁甲怪物？铁船怎么可能浮在水上？开炮！给我开炮！不要让他们靠近，轰碎他们！我们是大周皇家水师。打不透，根本打不透！这不是船，这是海神派来的铁怪物啊！大小姐，大周这帮孙子敢先开火，老子早等不及了！大小姐，您下令吧，给我的新式滑动炮填上开花弹，老雷我保证，一轮齐射就把他们这群破木头船全部送进龙王庙。您还留着这群大周的鹰俗过年啊？大周皇帝昏庸，但这几万水师却是1顶1的好劳力。杀了他们不仅浪费弹药，还得我们自己去清理海里的尸体。黑吉岛百废待兴，我们的后山铁矿新开垦的梯田，正缺大批不要工钱的苦力。妹妹的意思是抓活的。不错，老雷，对，把你的开花弹撤下来，换上实心铁弹，瞄准大周旗舰的主威，给我打断他们的脊梁。得嘞，您就瞧好吧。填弹，校准仰角，点火！别开炮了，我们投降！投降啊！抛过去。大周的皇帝派你们来这片死海寻宝，你们在他眼里不过是随手可以丢弃的耗材。他不给你们留退路，不管你们死活。但我沈清欢管，吃饱饭，喝足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黑老岛的开荒人，给我去岛上挖矿种蝶，听明白了吗？多谢沈大小姐救命之恩，我们愿意去开荒，愿意给沈家卖命。老爷，您怎么哭了？我沈家世代经商，被人骂作满身铜臭，为了破财免灾，我懦弱了一辈子。夫人啊，你看咱们的女儿，你看咱们的这支舰队，从今天起，我沈家终于有了谁也夺不走、谁也不敢碰的立命之桥了。掌柜的，主桅杆断了，底舱进水了，咱们偏离航线了。看海图，前面是传说中的十死无生之地黑妖岛啊！天绝我也，天绝我也啊！不，你们快看！这是死地，这分明是海上的不夜之国！掌柜的，您快看那座最高的灯塔上挂着的旗子！妹妹，大周那边传回暗报了，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北方敌国虽然暂时退兵，但大周连年大旱，加上之前我们抽干了国库，朝廷根本拿不出钱赈灾。沿海3州，赤地千里，皇商囤积居奇，1斗米卖到了10两银子。3年了，大周的皇帝不仅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纵容贪官污吏继续吸百姓的血。他不给百姓活路，那大周的江山也就走到头了。后山的粮仓里现在囤积了多少粮食？回妹妹，这3年，爹带着人开垦了全岛的荒地，高产红薯、土豆，产量惊人。再加上咱们的深海捕捞船队日夜不停，现在各大冷库里的腌制海鱼和粮仓里的红薯，足够握住这帝国的命脉，足够养活半个大洲的人吃上3年。好，哥，你立刻去集结所有的商船队，把我们的高产红薯和海鱼装满每一艘船的底舱。运去哪里？大洲沿海3州，就在那些贪官污吏的眼皮子底下，给我开仓卖粮。妹妹，咱们定什么价？现在大洲的粮价可是涨上天了，只要咱们运过去，立刻就能赚座金山回来。不赚。哥，你记住，资本虽然逐利，但有些钱脏的不能碰。赚穷人的黑心钱，那是造孽。把粮食运过去，给我平价抛晒，不仅不涨价，还要比大周丰年时的粮价更低。买不起的，那富铜烂铁，甚至是几块碎布被来换，也都给他们粮食。妹妹，你这是要用粮食彻底摧毁大周朝廷的经济封锁，买下大周的民心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但在生死面前，谁给饭吃，谁就是天。去办吧，让咱们的铁甲舰队护航。大周的水师如果敢阻拦，直接开号炮沉，不必留情。是，哥哥这就去。米铺又涨价了，20两银子1斗。老天爷呀，这是要逼死我们啊！沈家商行开仓放粮，高产红薯2文钱1斤，深海咸鱼5文钱1条。没钱的拿力气干活换，保证人人吃饱。粮食是粮食啊！2文钱，真的是2文钱，没有骗人。反了！是谁准许你们在这里卖粮的？给我拿下这些刁民！沈家在此卖粮，我看谁敢动！上前一步者，杀无赦。这一天，沈家的运粮船如同天降甘露，洒满了大洲沿海的每一个港口。陛下，保重龙体啊！陛下，战报，前方的战报怎么说？回陛下，北方敌军再次扣关，连下2城，朝廷发不出军饷，将士们没有饭吃，已经有3支卫戍的兵马直接倒戈投降了。江南呢？朕的钱袋子呢？陛下，江南的民心全散了。那沈清欢不仅没死在黑礁岛，反而建起了一座富可敌国的海上不夜城。他派商船运来了堆积如山的粮食，现在沿海的百姓只知沈家，不知大周。江南的税收已经1文钱都收不上来了。陛下，传御医！朕不想死，只是大周的天子，朕绝不能做亡国之君。去，把赵武给朕叫来，快！微臣赵武叩见陛下。赵武，当年是你带人抄了沈家，是你把他们赶上囚船的。陛下饶命，微臣都是奉了您的旨意啊！朕不要你的命，朕要你去救朕的命。你带着这道圣旨，立刻下南洋，去黑瑶岛找沈清欢。圣旨上写着，朕恢复他沈家天下第1皇商的身份，朕破例册封他为大周异姓郡主。沈家当年是受了小人诬陷，朕已经替他们平反。你告诉他，
只要他肯出钱、出粮、出那口径惊人的火炮来救国退敌，他要什么，朕就给他什么。陛下，您让微臣去求沈家，你去求他。就算跪在地上磕头磕出血来，也要把他给朕请回来。请不回来，朕诛你9族！快点，别磨蹭！微臣赵武叩见沈老太爷，叩见夫人，叩见沈大少爷，叩见沈大小姐。大小姐，我是奉了陛下的旨意来的，大喜啊！陛下已经查明，当年沈家受了小人诬陷，立刻恢复沈家天下第一皇商身份。不仅如此，还破例册封您为异姓郡主，沈家彻底平反了。说完了吗？说完了。拿过来。郡主，你这可是圣旨啊！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大周的规矩管不到我的海域，大周的封号我也嫌脏。从我沈家被赶上囚船的那天起，就不再是大周的臣民。大小姐息怒，大小姐救命啊！大周快亡了，敌国80万大军打到京城了，国库空虚，军队哗变，连亲王之师都没了。求您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出兵救驾吧！当年他卸磨杀驴，要向我们满门抄斩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今天？哼，大周皇帝死不足惜，那张龙椅他早就坐不稳了。大小姐，只要您肯出粮出炮，皇上说了，您要什么，大周就给什么。好啊，想要我沈家的粮食和火炮救国，让他拿大周的关税定价权以及沿海3州36郡的绝对统治权来换。什么？这等于是割让半壁江山啊！皇上怎么可能答应？答不答应是他的事，要不要亡国也是他的事。哥，送客。他若再敢多说半个字，直接扔进海里喂鲨鱼。是。撞！给我撞开城门，活捉大周皇帝！城破了，朕的江山到底还是亡了。报应，都是报应啊！朕乃真龙天子，宁可自刎，也绝不落入敌寇之手受辱。什么声音？哪来的怪物在叫？哥，敌军补给线和浮桥在哪儿？正前方2里，敌军的3座主浮桥和粮草大营。老雷，不用请示，给我自由开火，把他们的退路和粮草全部炸上天！大小姐，您就瞧好吧，弟兄们，开炮！妖术，那是妖术，快撤！沈清欢，
你们终于还是来了！你们用妖炮轰退了敌军，现在是准备来夺朕的天下，夺这大周的江山了吗？朕告诉你们，朕就算是死，也绝不把玉玺交给你们这群乱臣贼子！天下，你把这江山当成命根子，可在我眼里，那不过是我玩剩下的东西。你放肆！哥，昏君，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3年，大周天灾人祸，是你眼里这群满身铜奏的乱臣贼子，每天开出上百艘商船，将黑辽岛种出的粮食平价甚至白送给大周的百姓。这本账册上记录着我们沈家这3年放出的每一食粮，救活的每一条人命，整整300万人。你以为我们在海外是在招兵买马、图谋造反？错，我们是在替你这个不管百姓死活的昏君，给天下人留一条活路。朕错了，朕真的错了，朕是被猪油蒙了心，朕对不起天下百姓，更对不起沈家百年忠烈啊！我沈家今日来，只为3件事：第一，下达罪己诏，向全天下宣告沈家无罪，为我沈家沉冤昭雪；第二，彻底废除海禁，大周所有港口向沈家的商船无条件开放；第三，沿海3州从此划为自由通商特区，所有税收和律法由我沈家总督府说了算，大周朝廷不得干涉半个字。答应这3条，我沈家的舰队替你保大周百年太平；不答应，我现在就转身走人，大周明日灭国，选吧。朕答应，朕全都答应。李公公，拿笔来！朕现在就下罪己诏，朕要将沈家封为一字并肩王。王爵就不必了，我们沈家当个普通的商贾挺好。爹、娘、哥，我们该回家了。爹活了大半辈子，直到今天才明白，这不用担惊受怕的日子真痛快。是啊，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去哪里都是家。妹妹，沿海3州的通商航线已经全部打通了，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哥哥的舰队随时听你调遣。去哪儿？爹娘哥，家人平安才是这世上最大的财富。这大周的江山太小，容不下咱们沈家的巨舰。走，咱们一家人去开辟更广阔的星辰大海。没有大火，没有鲜血，没有生离死别，父亲不再委曲求全，母亲有了安宁的晚年，哥哥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帅。他重生回来，用尽一切心计、算计，甚至残酷的手段，所求的不过就是眼前这一刻。